蓝忘机心道叫了不知多久，这人只会换个姿势继续睡，又不能让他趴在案几上睡一夜，没办法，他才把人拖去隔间的。不过论口才，他是绝对比不上魏无羡的，也不想多争辩，只挤得出一句：“胡说。”魏无羡看蓝忘机说不过他，又笑眯眯道：“蓝二公子，你看主卧我都让给你了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吃顿饱饭呗。”岂料蓝忘机不吃他这套：“那我和你换。”“别呀别呀，你看这主卧的床多好，隔间的床不舒服，我怕你睡不惯的。”看蓝忘机还是不理他，他就在地上打滚，不打算起来了。他真心觉得自己委屈死了。哎呀，韩光俊，你家的饭菜我真吃不下去了，我想喝酒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辣菜。蓝忘机也不拦他，自己镜子出了近视，魏无羡也不知道他去干嘛，只道这小古板当真古板的要死，软硬不吃。正想着要不去奶偷一块通行谕令算了，随意往旁边一滚，发现这地板有些不对劲。他敲了敲，有块地板下面是空的，他把那块地板打开，里面竟然藏着7、8坛天子笑。这是什么大宝藏啊？莫不是老天垂怜？他都馋死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打开一坛就吨吨吨喝起来。好久一下肚，他感觉自己瞬间活了过来。蓝忘机一回来，就看到魏无羡靠着案几，正愉快地灌着酒。魏婴。蓝忘机的声音一直都是冷冷的，几乎没有起伏，也感觉不到什么情绪。而这声魏婴，可与当初藏书阁春宫图事件那声滚相比了，可以说是蓝忘机怒不可遏的声音。吓得魏无羡赶紧放下酒壶：“蓝湛，你先听我说，这可不是我的酒。”说罢，他还打开了那格地板，把里面的7、8坛酒都拿了出来。这本来就是藏在禁室的啊！你刚才不是说这是你的卧室吗？那一定是韩光俊偷偷藏的了。没想到呀，韩光俊还会无视家规，偷偷藏酒了。胡说八道！魏无羡还不依不饶：“韩光俊是不是想赖在我头上？未来的我要想偷偷藏酒，怎可能藏在韩光俊眼皮子底下？出去找个树洞藏，都比藏在这里好吧？韩光俊，你可别自己犯禁，还诬赖好人！”你……蓝忘机不再多话，执起碧尘就将地上几坛天子笑尽数打破，然后便向案几上那坛刚才魏无羡喝到一半的袭去。魏无羡赶紧转身拿起随便想去救下最后一坛酒，可惜就慢了那么一点，还是被打破了去。一时间竟是酒香四溢，闻着就好似能醉了人。蓝湛，你这就过分了呀！又不给下山，这几坛酒就是魏无羡打算之后拿来续命的东西。他越想越生气，抽出随便就向蓝忘机袭去。两人就这样一来二去的，竟真的打了起来，从进室打到小院，再打到围墙，打到房顶。吵闹声引得不少弟子过来看，然后一个个都跟见了鬼似的，哪还顾得上家规？谁来劝一下？韩光俊和魏前辈打起来了！瞬间进室外就被围得闹哄哄的，却也没有人敢上去劝架。那边去请了蓝曦臣也还没到，两人房顶上打得正起劲呢，就听下面一声怒喝：“忘机、魏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那声音魏无羡可熟悉了，循声望去，果然不是蓝启仁是谁？两人双双跪在祠堂里，蓝启仁站在他们面前，气得直吹胡须瞪眼。魏无羡敢保证，如果眼神能伤人，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多年不见，蓝启仁对他倒依然还是那副样子。魏无羡心下只道：完了完了，这下一顿罚是免不了了的。蓝曦臣在一旁劝道：叔父，忘机和无羡也是因为记忆有损，您先别太生气。蓝启仁在外附好友之约，见得蓝曦臣信中所说，知道两人突然失忆，担心出了什么问题，急忙赶回来。谁知刚回来，就见两人在进室房顶上打得不可开交，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。记忆有损，又不是退化成孩童，在云深不知处私斗，严重违反家规。忘机之错。只见蓝忘机面无表情，淡然认错。魏无羡撇撇嘴，也只得开了口：魏婴之错。蓝启仁瞪了他一下，却去问蓝忘机：忘机，你可知他是你盗驴？我知。蓝启仁捋了捋胡须，心下叹气：魏婴，你给我回去闭门思过去。魏无羡还以为免不了一顿暴打，竟然罚得这样轻松，又听蓝启仁道：忘机，盗驴犯错，我一并罚在你身上100戒尺，你可接受？忘机领罚。说罢，蓝忘机恭敬地行了一礼。这一下魏无羡不同意了：蓝老先生，
今日之事本是我的过错，起因也在我，要罚也该是罚我。他们是失忆了，但是外界不知道啊。蓝忘机都这个岁数了，又是蓝家长罚，还被罚这么多戒尺，传出去他还要不要活了？反正自己是个闲人，脸皮也厚，不如罚自己。以前也不是没被罚过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蓝老先生，左右都是道侣，可以一并领罚，要不你还是罚我吧。哦，你这失忆了，倒是懂事了。魏无羡不明白他的意思，蓝启仁又道：没约束好自己的道侣，本就是他的过错，你退下。魏无羡还想说些什么，又见蓝曦臣在一边对他摇摇头，示意他退下，知道没有办法，只能乖乖退了出去。魏无羡走回净室，本想打扫一下，弥补一点过错，谁知已经有门生给他们打扫过了。他实在坐立难安，想着从前被罚了50尺，他就非要将成背。虽然蓝忘机当时挨了100尺，还没事似的自己走了，但痛肯定还是痛的，都是人。想着要不自己去背他吧，便又匆匆去了祠堂。可祠堂哪里还有蓝忘机？魏无羡问一旁正在打扫的门生，门生却表示没见到韩光俊。想来蓝启仁也不想让人知道，所以是平退了所有人，自己罚的。一路上过来没见着人，所以蓝湛并没有回净室，那便剩下冷泉。魏无羡循着从前的记忆绕到了冷泉，果然看到有个人泡在里面。他悄咪咪过去，也没开口说话，因为哪怕厚脸皮如他，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蓝忘机搭话。只见那人背对着他，本应美好如玉的背上，现在却布满了可怖的疤痕。魏无羡识的，这是界边痕，界边痕永不消退，是仙门中用来惩罚重罪之人的。江澄身上也有2道，所以他识的。这人背上密密麻麻，少说也有20-30道，几十界边下去，不得要了人命。水下的人好像感受到有人过来了，转过身来，真的是蓝忘机。魏无羡被蓝忘机的界边痕怔住了，一时不知道能说些什么。而蓝忘机看到过来的人是他，往水下沉了沉，像是想遮挡什么。这下魏无羡又注意到了，他的胸前有一处伤疤，和前世他在木溪山挨的那下一模一样。蓝湛，他开口唤他。蓝忘机看到他向前几步，便在水中赶忙退后几步，难得的大声道：你走。这下魏无羡感觉蓝忘机是真的生气了。魏无羡一路跑回净室，心里有点歉意，又有点委屈。如果真像这几天听到的所说，他失忆前是正儿八经的韩光俊的道侣，通行谕令他肯定得有。他翻翻找找，果然在一箱杂物里翻出块通行谕令，又左右翻了会，还真给他又翻出一点银子，然后看看随便。醒过来时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这个身体里有金丹了，但是也不懂以后的自己成天干点啥，修为这样差，灵力也不行，今晚更是和蓝忘机打了一架，哪里还有力气使剑？于是还是决定去案几旁边找陈情。这下他才看到一桌子菜还在案几上，因是门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晚饭，也不敢先收拾去。本一桌子青色菜系中突兀地出现了一抹红，是一碗辣椒酱。刚才只顾着和蓝忘机打架了，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多了这个碗。他这才意识到蓝忘机吃到一半出去是干嘛了，竟是特意去帮他拿了一碗辣椒酱。他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拿起陈情往腰上一插，飞也似的跑下山去。彩衣镇酒楼里，魏无羡已经喝了几坛了，桌上满满当当一片红色，全是他最爱的辣菜。他进来就要了一大桌菜，其实也是演大肚小，哪里吃得完？更何况他根本没吃几口，光顾着喝酒了。毕竟是他心心念念的天子笑呀，而且酒能解千愁，不是吗？心里乱得很。很快他又喝空一坛，又唤道：再来一坛。他以前肯定常来，老板娘和他说话的语气态度可熟了，亲自给他送过来，还劝道：魏公子，喝的差不多得了呀。魏无羡本来就是个自来熟，哎呀姐姐，酒楼哪有劝客不喝的道理啊？老板娘给他倒了一杯。我这不是看着时辰，山上该有人下来寻你了吗？怎么，每次还有人来寻我不成？你少得了便宜，还卖乖呀？想我以前也是韩光君崇拜者的其中一员，也不怕我在酒里给你下点料。老板娘是个性格洒脱的，魏无羡从来也没有架子，两人说话方式仿若老友，也不客气。魏无羡笑道：好姐姐，我这不是喝醉了不记得了，您给我讲讲呗。老板娘都被他逗乐了，又道：那可是蓝二公子啊，
崇拜者都可以绕整个姑苏3圈，由得你那样使唤。喝醉了可别出门，不然可得当心咯。老板娘又告诉他，之前一次也是喝得晚了，先前劝他走他也不走，非得等到蓝忘机下山来寻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